抽丝剥茧，还原案件真相，探索人性真假善恶，大案纪实。说起这个案子呀，还得从2006年说起。案件的女主人公高秀丽当年35岁，出生于北京市近郊。她呢有一些姿色，长得还算挺漂亮。她和英俊潇洒的丈夫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好景不长，因为高秀丽性格极端，夫妻呀经常因为家务事儿就引发家庭大战，吵两句嘴没准就动上手了。加上俩人呢又没孩子，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岌岌可危的状态。为了扭转这个婚姻危局啊，高秀丽呢全身心地投入保险行业，打算做一名保险精英。您可能说了，这碍得着吗？这个你这家庭生活不幸福，你就去跑保险去？当然碍得着，因为这夫妻俩呢生活过得呀不是特别的富裕，高秀丽呢就打意着好好的跑保险，做一个高收入的白领。这家庭收入高了，有钱了，夫妻俩人这生活啊也就该和睦了。高秀丽从2000年呢开始成为了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负责办理人寿保险。她的拼劲儿跟伶牙俐齿啊，让她的业务成绩蒸蒸日上。2003年12月的一个上午，高秀丽来到北京市郊的一家公司来推销保险，接待她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高秀丽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先生，我叫高秀丽，我呀想向您推荐一款我们公司新推出的保险业务。对方呢皱了皱眉头说，我不买保险。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呢都应该知道，那时候啊大家对保险的认可程度不如现在高。那时候要说亲戚里边邻居朋友里边有个跑保险的，真能烦死，恨不得呀敬而远之。好多跑保险的业务员呢也不会说话，中国人嘛图个吉利。那个年代啊，很多业务员跟周围的朋友推荐保险的时候都是说，哎呀您想啊，这保险呢是个保障，您想您别看您今天好好的啊，明天一出门嘣让车给撞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有保险呐啊，咱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你说这让人听着多膈应的慌啊。但是现在啊，人们对保险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它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一份保障。咱们再来说回高秀丽。高秀丽啊还就是能说，跟一般的业务员不一样，头脑也灵活。他跟这位先生说，您的确是个强者，有个性，不像一般的人。见您一回啊，机会难得，我今天呢也想向您这成功人士请教几个问题好吗？那个男士呢也很爽快，说话不用绕弯子，有话直说吧。按理说呀，高秀丽应该接着推荐自己的保险了，可这时候高秀丽没有，而是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请问是恐龙强大还是蚯蚓强大呢？老虎强大还是蚂蚁强大呢？这位男士一听愣在那儿了，这叫什么问题呀？啊，3岁的孩子也知道老虎是兽中之王，你到底要问什么呀？一只小老鼠和一头大象，难道有可比之处吗？先生，照理说呀是您对，但事实往往悖于常理。恐龙强大，但是灭绝了；蚯蚓弱小，但处处皆是啊。所以特别需要加以保护的，
恰恰是强者。社会的法则也是如此。美国够强大吧？世贸大楼被撞了，五角大楼也被撞了。强大的美国呀，最需要保护。咱们再说回保险，穷人和富人谁更需要保险呀？照理说应该是穷人，但事实啊，恰恰相反。越是强大越脆弱，越是强者越需要保护。就像您的企业，财大气粗，可风险自然也大。身为老板呢，更要居安思危，得为您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啊。这位男士一听就站了起来，亲自倒了一杯茶，端给了高秀丽。哎呦，我说这个小姑娘，你真是伶牙俐齿啊！说吧，让我买什么险呢？前后不到5分钟，高秀丽就签下一份巨额保单。这一下可把高秀丽给高兴坏了。哎呦，真不好意思，说了这么半天，我都忘记问您贵姓了。我叫蔡刚明，你就叫我蔡哥吧。蔡刚明用欣赏的目光看着高秀丽，你啊，跟那些跑保险的不一样，你来我欢迎，我以后还得向你请教呢。说完，蔡刚明爽快地填写好了高秀丽提供给他的保单。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拉到一份巨额保险，在高秀丽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罕见的。他激动的呀，要请蔡刚明吃饭，表示感谢。蔡刚明呢，也非常干脆，行啊，你定地点吧，不过说好了，你请客，我买单。当天下午下班之后，俩人如约在一家酒店见面。高秀丽呢，也为了表示诚意，点了几个好菜，还要了一瓶红酒。推杯换盏之间呢，俩人就聊起了各自的家庭。蔡刚明告诉高秀丽说，我是本地人，现在呢是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妻子啊在家当全职太太，孩子正在上高中。蔡刚明说到这些的时候，高秀丽可羡慕坏了。您有这么好的家庭，我可没嫂子这么有福分呢。你看，嫂子在家里边享福，我呢还得到处拉保险，有时候遭人白眼，回家也没人心疼。说着说着，这高秀丽的眼里啊，就慢慢流出泪水来了。这男人呐，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蔡刚明一看，这心里边还真隐隐的有一些心疼的感觉。吃完饭之后，蔡刚明抢着结了账，这让高秀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按说吃完这一顿饭，你这保单也签了，业务也成了，就得了呗。可这一顿饭呐，吃出事儿来了。打这儿以后，高秀丽开始拿蔡刚明和自己的丈夫比较，越比呀，越觉得人蔡刚明这才是真正的男人。我这丈夫什么东西啊？高秀丽这颗少妇的芳心开始蠢蠢欲动。在这儿之后，俩人的电话联系频繁起来。2004年春节，因为还没上班呢，百无聊赖的高秀丽就拨通了蔡刚明的电话。蔡哥，你在哪儿啊？我一个人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这时候蔡刚明正在单位值班呢，也闲得无聊。行啊，我也一个人在单位呢，你过来找我吧。高秀丽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就来到了蔡刚明的单位。蔡刚明啊，正躺在值班室的床上，高秀丽呢，坐在床边。这你一言我一语，这眼神啊，也是眉来眼去。
高秀丽深情地望着蔡刚明，这蔡刚明啊，也40多的男人了，什么不懂啊，还看不出来这个，心领神会，一把就将高秀丽搂在自己怀里。高秀丽之所以愿意向比自己大10几岁的蔡刚明投怀送抱，当然有一个原因是跟丈夫感情不和，另外一个原因呢，她是认为蔡刚明能帮助自己拉到更多的保险，希望呢能够加深与蔡刚明的关系，要利用他。第3点呢，是高秀丽啊确实也喜欢这个爽快的男人。尽管男人不一定会因为自己的出轨而失去家庭，甚至可以这么说，出轨的男人里边99%的都不想失去自己本本分分的家庭。但是女人不一样，女人的行动啊，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在跟蔡刚明有了鱼水之欢之后，高秀丽毅然决然的跟丈夫离了婚，希望能够跟蔡刚明啊结为秦晋之好。但是她的这种天真想法立刻遭到了蔡刚明的反对。蔡刚明说了，我自己的女儿啊马上要考大学了，我的爱人呢也没什么可挑剔的，我不可能因为与你有过肉体关系就娶你。蔡刚明不愿意离婚呢，还有一层顾虑，那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本地人，很多亲友都在当地。在讲述自己的亲友关系的时候啊，高秀丽大吃一惊。为什么呢？这蔡刚明和自己还有远房亲戚的关系，理论起来啊，还是自己的远房表哥呢。尽管啊，这种亲戚关系扯起来很牵强啊。这高秀丽已经离了婚了，这时候傻了眼了。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情人会跟自己扯上亲戚的关系。要按照常理说啊，按照咱们正常人的思维，咱要是高秀丽，别说人蔡刚明不娶我，他就娶我，我也不跟他结婚呐。结婚的时候一喝喜酒，嘿，男方女方请的同一帮亲戚啊，这受得了吗？这个。可是这高秀丽啊，她就没想明白。按说就此收敛，各自回到本来的生活，这也许仅仅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婚外恋。老了之后回忆起来，没准还是一个小甜蜜呢。可高秀丽离婚以后，从感情上对蔡刚明是越来越依赖，甚至呈现出一种变态的行为。她横下一条心，既然这辈子得不到蔡刚明，我一定得给他生一孩子。也许自己生下孩子之后，蔡刚明会看在孩子的份上跟自己结婚。这多像狗血电视连续剧啊！影视剧里边一般不要脸的小三儿都是这么琢磨的。高秀丽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人，当她决定要为蔡刚明生孩子之后，她就开始琢磨着，哎呦，我怎么合理合法的保住这个孩子呢？我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如果生下孩子，不但遭人白眼，而且生下的孩子也没法具有合法的身份。而蔡刚明呢，又不可能离婚跟我结婚。哎，现在唯一的办法啊，就是找人顶缸打掩护，用合法的婚姻生下一个非法的孩子，生完孩子之后再快速离婚。可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才能很快离婚呢？人哪个男的乐意啊？到时候还不打死我呀？高秀丽呢，
不想找一个各方面比自己强的男人，因为那样将来离婚的时候会非常麻烦，搞不好还会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找个老实巴交的外地的男人，因为我是北京户口，这样可以弥补自己离过婚的缺陷，并且他是外地的，在北京当地没亲友，真是离了婚了啊，真是我欺负他了，他能拿我怎么着啊？于是高秀丽开始向周围的亲戚朋友放出风去了，说我呀想找个对象，只要对方是个老实人就行了，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俩人好好过日子就得了。2005年1月份，有一个朋友领过来了一个男人，叫王大超。王大超是河北农村人，几年前呢，随着姐夫来到了北京打工，现在在一家公司开车当司机，租住在高秀丽家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这王大超和其他所有的男人一样，就想着娶个漂亮的如花似玉的姑娘。可这王大超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好看，又没什么钱，没好工作，也没什么好前途，什么漂亮女人能看上我呢？啊！当王大超见到高秀丽的时候，顿时感到眼前一亮，呵，太漂亮了！这个北京女人风情万种啊，虽然比我大过2岁，还离过婚，可人这气质啊，跟我接触过的其他的那些乡下女人，她就是不一样。什么叫天壤之别呀？没法比。就在俩人目光碰撞的那一刹那，老实的王大超，心跳加快，蹦蹦蹦蹦，差点都没撞到门框上去。虽然高秀丽对男人这样的经验反应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她还是忍不住笑了。平时见的那些男人都是看见我自己长得漂亮，多瞄2眼，色眯眯的小眼神，但这不一样啊！这家伙至于这么紧张吗？至于这么亢奋吗？介绍人也很识趣儿，俩人见面了，自己呢也别在这儿当电灯泡，赶紧闪人，让俩人有个私密空间好好聊会儿。介绍人走了之后，俩人就聊起来了。高秀丽就明确表示，你这人挺好的，咱们呢可以试着处处，要是合适呢，咱就结婚。王大超一听，我的天哪！不是，就我这个人我之前遇到那么多长得还没这么漂亮的那些女人都看不上我，这么漂亮的要跟我结婚，要跟我谈恋爱，心花怒放啊！这时候他就打定了决心，只要跟我结婚，想要我什么都行啊！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哪怕说让我入赘到他们高家，跟着他姓高，叫高大超，我也心甘情愿。高大超又高又大，跟超人似的，可也不高也不大呀，就这么着吧。临走的时候高秀丽还说了，我呢是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婚姻大事得先让父母知道，你要是愿意，改天跟我父母见个面吧。行。王大超一听，这都见父母了，这就代表着人女孩是真乐意，这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呀。高秀丽这心里边谋划的却是结婚之后生下情人的孩子，赶紧跟王大超离婚，如果能从他那儿再分得一点财产，那就更好了。而王大超此时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高秀丽身上，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安排。2005年1月10号，高秀丽把王大超领到了父母面前。他的父母见王大超真是朴实，这孩子又真诚，感觉还不错，
虽然没什么家产，但自己的闺女毕竟是离过婚的，也就同意他们交往了。这王大超跟高秀丽的婚期是越来越近了，可是王大超离死也不远了。2005年1月18号，高秀丽和王大超认识还不到1个月，就仓促领取了结婚证。在结婚之前呢，平时王大超除了出车之外呢，每天呢就待在出租屋里。他呢性格比较内向，少言寡语，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一见着高秀丽呢还总紧张，所以就很少去找高秀丽。所以他们之间呢连亲密的举动都没有。这时候的王大超怎么也想不到，名义上的未婚妻经常去跟蔡刚明偷情。领了结婚证之后，这高秀丽啊越想越觉得亏。我这么漂亮，我就为了生下蔡刚明的孩子，我嫁给这么一人啊！于是呢，他就想从经济上得到一些平衡，所以他总是催促王大超尽快准备一份像样的彩礼。王大超啊没多少积蓄，他就去找也在北京打工的姐夫借钱。王大超借来了几千块钱，高秀丽还是觉得太少了，就让他继续去借。王大超终于发火了，俩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大超这时候怒不可遏呀，你是漂亮啊，可是我结一婚，我都借这么多钱了，还没完没了，找一北京媳妇儿太难伺候了。这时候王大超呢就有点想打退堂鼓。按高秀丽的心思，嗨，打退堂鼓正好，我还不想跟你结婚呢，可是不跟他结婚，我这孩子怎么办呢？还得跟他结婚，赶紧找王大超道歉去吧，并且呢答应王大超，咱俩呀在国庆节正式结婚，怎么样？王大超呢也确实是喜欢高秀丽，这场风波就这么着平息下来了。2005年8月，为了操办俩人的婚事，高秀丽在自家房子前排的邻居家租了2间平房，作为他们结婚的新房。王大超掏钱请人进行了装修，还买了一些结婚用品，俩人决定10月1号好日子，就挑这一天结婚。但是就在即将举行婚礼之前，两个人又因为财产的事儿闹起了矛盾。高秀丽说了，你说你彩礼也给不了多少，但是你说我嫁给你，你总得给我个像样的生活吧，你呀得给我买一辆轿车。王大超一听就懵了，买车？我去哪儿找这么多钱去呀？当时费劲巴拉的才借了几千块钱，这一买车动起来10万8万的，我上哪儿找去呀？在05年左右的时候啊，跟现在还不一样，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私家车呢，这买车可是大物件啊。王大超很为难，可是这高秀丽性格火爆，一气之下又跟王大超大闹一场。不国庆节结婚吗？结个屁，不结了。这婚礼啊也就泡汤了。也就是在这次争吵之后，高秀丽跟蔡刚明摊牌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男人，我要嫁的老公长得太丑太难看，我其实啊是拿他做掩护，好给你怀个孩子。我不求让你离婚跟你一辈子，但这个条件你必须答应。听到这儿，蔡刚明感到高秀丽这疯了吧，这个
咱俩情人关系啊，你非要给我怀孩子，怀孩子就算，你还找一顶缸的。可是他自己在情人面前也疯狂了。思来想去，这是对我的真爱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所以在短暂的犹豫之后，也就答应了。高秀丽无休止的索要彩礼，索要轿车，这让本来就不富裕的王大超捉襟见肘。但他冷静下来之后，其实内心里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人家北京姑娘长得又漂亮，人能看上咱，愿意跟咱结婚。真说给人一好生活，是咱应该做的呀。等高秀丽火气消下来之后，肯定还得跟我结婚，举行婚礼，毕竟领证了，我们是合法夫妻了。但是一直以来呢，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亲密接触。高秀丽是因为嫌弃王大超又笨又丑，对他没有感觉。王大超则以为呢，你看高秀丽，人是一个好女孩人在结婚之前这么传统本分，咱不能干出格的事儿，得等完婚之后才能同床共枕。现在这么传统的姑娘，这么好的姑娘，去哪儿找去呀？可高秀丽在等待完婚的日子里，是一刻也不停，恨不得天天去跟蔡刚明偷情去。而正是高秀丽的怀孕，让她与王大超的婚礼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得结婚了我跟人王大超什么关系没发生过，这再过2月肚子都起来了，没法交代2005年11月份的时候，高秀丽再次向王大超说了，我也是真想跟你结婚，只要你能够拿出一笔钱给我买一辆车，我们马上结婚。王大超也着急，就想着春节之前赶紧把婚结了就算了，他就答应了。但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要拿出10几万买车，做不到眼看俩人商定的婚期越来越近，王大超是东拼西凑也没筹到那么多钱。高秀丽又跟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高秀丽之所以提出让王大超给自己买车其实是为了给肚子里的孩子将来有一个保障，而且将来生下孩子之后，即便离婚，只要车在自己名下，这就是自己的了。眼看这个目的要落空了，一个恶毒的念头突然从高秀丽的心里冒了出来。干过6年保险的高秀丽最明白人身意外保险的回报方式是什么。如果我给王大超上一份保险，他一旦遭遇不测，那么保险公司赔付的钱不就是我的了吗？想到这些高秀丽破天荒地买了一瓶好酒，又到饭店要了几个好菜，来到了王大超的住处。王大超一看，别看人秀丽又跟我要车又跟我吵架的，这心里边就是心疼我，就是贴心王大超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边喝酒一边独自陶醉着。高秀丽坐在王大超身边说了，大超我已经想好了，我得给你买一份结婚礼物。我是跑保险的，保险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就给你买一份保险吧，怎么样，喜欢吗？王大超那时候沉浸在满满的幸福和甜蜜之中，他没回过神来，他也没成想未婚妻这还没结婚的就想弄死我呀。
他那时候就只知道一份保险可不便宜。他高兴的呀，一个劲儿的点头。几天之后，高秀丽迫不及待的给王大超上了意外伤害、大病等等多种类型、多项目的保险，保额一共是40万。在受益人那一栏里，高秀丽毫不犹豫的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陆这时候也没怀疑高秀丽给自己卖保险的动机，他这心里边就一直认定了，这就是我媳妇儿关心我、爱我呀。随着婚期的临近，高秀丽肚子里的孩子也开始成型了。抚摸着刚刚开始有点隆起的肚皮，高秀丽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她本来设想等结婚之后把孩子生下来，再跟王大超离婚，然后独自抚养他和蔡刚明的孩子。但她实在不愿意跟这个顶缸的男人有任何的肌肤之亲。真要是再拖那么10天半个月的，估计这王大超啊就也能看出来了。不行，反正这40万的保单也签订了，嘿嘿，动手吧。2006年元旦晚上，高秀丽又催促王大超买车，俩人呢发生了最为激烈的争吵。高秀丽还真是挺执着，就想着黑个车，然后再弄死你。最后高秀丽啊，甩手就离开了王大超，直奔蔡刚明的单位。当天晚上，高秀丽在蔡刚明单位的值班室里边住了一夜，向蔡刚明一边哭一边说呀，他个没良心的，答应结婚买车，到现在也没买，快结婚了也没钱，连装修买家具的钱都是找人借的。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钱不到位，结婚的事儿先甭提。蔡刚明呢，一看自己心爱的女人梨花带雨的，赶紧劝劝吧。高秀丽的闷气这才稍稍平复下来。连蔡刚明也不会想到，高秀丽此时啊已经为杀害王大超埋下了伏笔。他要让王大超不知不觉的死亡，并且从他的意外死亡之中捞一笔不义之财。这想杀一个人，这可不是容易事儿。高秀丽连续几天苦思冥想啊，一个邪恶的计划在他脑海里边形成了。把安眠药放在王大超的水杯里边，让他不知不觉的死过去。2006年1月3号晚上6点半，盼望多时的机会终于到了。高秀丽晚饭之后来到他和王大超的新房，俩人把新房装饰的拉花挂上之后，故意又因为经济问题跟王大超发生争吵。趁王大超气得不打一处来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把早就准备好的药片全倒在王大超的茶杯里，然后就走了。晚上10点之后，高秀丽又来到了新房里。王大超躺在被窝里就在那儿说呀，我怎么这么难受啊？你在茶水里边是不是放了药了？哎呦，他怎么知道的呀？一听王大超这么说，高秀丽担心露馅啊，赶紧出去从客厅里边拿来一把锤子，隔着棉被就敲了王大超脑袋2下。王大超啊顿时就没有了声音。一不做二不休，没要死你，我烧死你！高秀丽把床单点着之后，把锤子扔在院子里，就回了自己家。床单淹着了新房里的被褥跟家具。这新房里啊
慢慢的就着起大火。当邻居发现起火报警之后，消防队员在火场里发现了新郎王大超的尸体。2006年1月10号，高秀丽换了一个新手机号给蔡刚明打电话。蔡刚明也纳闷，问他：你怎么换号了？高秀丽说：王大超死了，我换号是怕连累你，咱们明天找个时间见一面吧，我担心会出事儿。第二天俩人偷偷见了一面，这一见面又是翻云覆雨，一番亲热。亲热完之后，高秀丽说了：出事那天晚上我10点多最后走的，还跟王大超吵架了。如果公安查出来王大超吃过药，我们又吵过架，我更说不清楚了。直到这时候，高秀丽也没有把杀害王大超的事实告诉蔡刚明。1月16号，提心吊胆的高秀丽最后一次跟蔡刚明幽会。杀害王大超之后2次与蔡刚明见面，依然是忘不了一番云雨啊。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也许是他已经琢磨明白了，早晚得被抓住，赶紧趁着最后的机会再疯狂一把。如果不是尸检报告，街坊邻居都以为王大超是被火烧死的。但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王大超并不是死于大火，而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血液里面含有大量的安定成分，死亡时间在起火之前。很自然的，警方就把高秀丽作为了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怀疑对象。高秀丽被警方带走调查。警方调查的时候还得知了那份保险的事儿。接着按照线索查到了高秀丽的情人蔡刚明。蔡刚明也说了，高秀丽曾经亲口告诉过我，她从来没和王大超发生过性关系。1月16号，高秀丽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羁押。被捕之后，警方在对高秀丽进行体检时，发现她已经怀孕了，可是是宫外孕。高秀丽在看守所里打掉了这个孩子，如实向警方供述了她杀害王大超的前后经过。而她的情人蔡刚明也证明，高秀丽之所以和王大超结婚，目的是掩人耳目，为我蔡刚明生个孩子。可是高秀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费尽心机怀孕一次，怀的还是个宫外孕。法院最后认为，高秀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应数罪并罚。其所犯故意杀人罪的罪行极其严重，犯罪手段极其残忍。鉴于其在羁押期间因宫外孕实施手术，应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依法对其不适用死刑。当年6月11号，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高秀丽无期徒刑。